荡，到处都充满羡慕的目光。可当你在外面受了伤，是谁为你点亮关怀的兵荒，为你疗伤？你说你成熟大方，天下无双，轻易放心上，而朋友便不四面八方。可当你经受挫折失望，是谁让你找回信心和力量？一水撑不了海洋，一人力量大。只要家人在身旁，相信再大的困难也变成过往。无论大事小事，大家一起扛，它一定让你远离感伤。无论伤心开心，大家一起唱。可只有这样，就会有天堂。无论幸福祝福，大家一起想。它一定让你充满希望，无论艰难困难，大家一起担，勇敢去闯，家是快乐的负担。佳琪啊，佳琪，兄弟长啊！我在这边念阿弥陀佛，送你去极乐世界哦。走好啊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。佳玉啊，佳玉，佳玉啊，有人在吗？我们是送餐派来的。有人在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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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是送餐派来的。还是打电话问一下。几点了？怎么还没有开店呢？人呢？都跑去哪里了？有人在吗？请问这里是卖杂鱼的吗？是啊。我是中招派来的。招牌？啊？招牌怎么都不见了呢？啊？你要 check 一下吗？啊！正宗快乐鱼，这是谁叫你们送来的？错了，是另外一个。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这招牌是你们的吗？很漂亮哦。不错啊。对。大嫂，不好了，我大嫂她过来了。怕什么？来就来，难不成还吃了我们？我怕过来闹啊。是姐啊，我跟我们先躲起来。嘟嘟，你先把门关上。好，你们先走吧，先走吧。
阿弥陀，你妈的要吃药了哦。凯银，哎，大嫂，你怎么来啦？你身体不舒服，干嘛走来走去啊？死不了。怎么，你关店了？哎呀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这2天我的店在装修，里边啊乱七八糟的，空气不太好，我也要回去了。哎，大嫂，不如我扶你回去休息吧，你脸色不太好嘞。不用。怎么，你的招牌呢？哦，要油漆嘛，所以暂时拿下，油好了再把它挂回去啊。是吗？是啊。大嫂，这不是招牌吗？我要看看你装修后招牌换了，名字是不是也换了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自己心里应该更明白。开银，你偷偷摸摸的这几天，原来在干这回事啊！喂，好像给那个烂女人拆穿了。这也好，露露已经没回头路了。你用正宗，那我们快乐月是什么？大嫂，你听我说，我不要听你说，我要你告诉我，你敢用正宗，那阿爸留给我的快乐月算什么？哼，你的快乐鱼就是假货、毒货。你们狼狈为奸呐！大嫂，什么狼狈为奸呢？我也是开餐厅做生意嘛，又不是卖毒品，你何必说这么难听啊？是啊，罗太，生意人人能做啊，我们又没有得罪你，你何必出口伤人呢？所谓的和气生财，你是这里的老招牌、老字号，就算在这里开了多几间杂鱼餐馆，也起不了什么威胁啊。你们要开杂鱼餐厅，你们尽管开，为什么要用快乐鱼？还不要脸到用正宗？什么是正宗？你们配用正宗2个字吗？哼，我不是正宗，难不成你是正宗？快乐鱼是谁的？是罗弟。罗弟是谁？是他罗开银的老爸，是我刘爱莲的家务。我们都是快乐鱼的传人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叫正宗快乐鱼？你真的是厚脸皮哎！阿爸看到你啊，就会骂你是贪家杂货，从来没有认你是媳妇，你偏偏往自己脸上贴金，说是罗家的媳妇。那个老不死认不认我，我才懒得理了。总之，大家有眼睛看，我帮他罗家生了2个孩子，要证据有证据，谁敢说我不是他罗家的人？算了算了，多争无益，你管他同不同意啊？反正这块招牌是照摆出去的，新加坡是讲法律的地方，除非政府说不允许。你们敢放，我就敢砸！砸！你敢砸，我就砸破你的头！哎，姐，你干嘛那么冲动啊？他现在连自己的招牌都顾不了了，还有本事来砸我们的招牌？哼，你最好回去看看你的招牌，是不是不见了？听说呢是给人家砸烂了。你胡说！我胡说？哼！你搞到人家食物中毒，人家又吐又泻，现在只不过砸了你的招牌，算是很客气的了。要是我的话呢，我就放火烧了你的店。大嫂，大嫂，海参呐，看他的样子，好像还不知道嘞。哎呦，好心你了，你是怎么当这个老板娘的？人家电视台呢播到乱，大报纸登的大条，你还乐得跟个说东似的。好了啦，爱莲，不要再说了啦。哎，大嫂，有什么事等你病好了再说。来，我扶你回去休息。来，回去了。是不是真的？是不是真的呀？是不是真的？那还不容易啊？查查报纸不就知道了吗？
我还记得报纸那个大标题写的是啊，著名炸鱼店售卖不干净食物，被令暂停营业2星期耶。其实也不必回去查报纸，只要回去你的店看一看，你就知道了。整间店啊，冷冷清清的。对呀，他以为他有多厉害啊，炸鱼天下无双，哈哈，你也有今天啦，真的是报应哦。好了啦，不要再说啦。大嫂啊，其实你的店只是暂时休业2个星期，你就当着休息了哈。啊，不可能的，是不是你害的？哎呦，是不是你害的呀？大嫂，你干什么？你以为我刘爱莲好欺负啊？一定是你们害的，是你们害快乐鱼。罗太，你未免太轻视我们了吧？老实说，你那间店是经营的不错，可是还不至于让我们耍出那种下三滥的手段来对付你。我对我们的快乐鱼杂鱼是非常有信心的。我们也可以证明给我的顾客看，我们的快乐鱼杂鱼才是真正的快乐鱼杂鱼，不止美味，而且还是绝对的卫生。姐啊，去拿一块我们的快乐鱼杂鱼，让我们的罗太试试看。好啊。大嫂，坐。快乐鱼的秘方是不会外传的，没有人炸出。怎么样？这味道很像是吗？你试试过后你就知道，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快乐鱼了。这味道，罗太，麻烦你赏脸试一试。没，你不试的话，你怎么知道我们不是正宗的快乐鱼呢？不可能的！谁？是谁在厨房？大嫂，是你？罗太，你是他们派来的间谍，来偷学秘方的。罗太，你没事吧？罗太，走开！烂女人，你终于看到自己的报应了。你不单止快乐鱼要关门，连你跟别人偷吃的野种都饲掉了，这就叫报应。报应！爱莲，不要再说了。你说什么？你的宝贝儿子死在阿富汗，你不知道啊？这就叫报应。够了，爱莲。莲姨，他迟早会知道的嘛，瞒他干什么嘛？让他跟他儿子见最后一面，也算是功德无量了。大嫂，大嫂，走开！佳琪，我，佳琪，佳琪，马大，你怎么了？罗太，佳琪，马大，佳琪他很好，他没事啊，马大。佳琪死了。马大，大嫂，你不要吓我，你不要吓我啊！你们到底跟他说了什么？啊？不是我，他们。我就知道是你这臭女人干出来的好事，我今天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大嫂，佳龙，快点来！佳龙，大嫂，你醒醒啊！快点叫救护车啊！快点！马大，你怎么了？马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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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的！真的是王八蛋的随手。马大怎么样了？我真的是超级王八蛋嘞！丽莎大哥，不要这个样子。马德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没有了啦。那个护士去找医生的时候，我说马德的心脏已经不跳了嘞。马德，为什么会这个
样子的？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？佳琪的丧事都还没有办完，谁有轮到马德？我们这个家到底是怎么样啊？怎么样了？那医生出来了没有？还没有啊，他们全部都在里面，还没出来嘞。那就是表示大妈可能还有得救。对呀对呀，要不然医生不会在里面那么久的。来，大家保持冷静，往好一方面去想。老婆，我们为马德祈祷好不好？来。大哥，刚才我们出门的时候不是叫你看着马德的吗？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我在听你念阿弥陀佛吗？可是我念就念到睡着了啦。我醒来就不见马德楼了，所以我就出去找。后来我就听见姑姑的店那边有人吵架嘞。我去那边一看，就看到马德倒下，还跟我讲佳琪死了，佳琪死了嘞。他怎么去姑姑那边？他怎么知道佳琪的事？你去问姑姑了，去问那个臭女人还有她弟弟喽。他们也在。是他们害死马德的嘞。这王八蛋，你现在太没有人性了吧？明知道马德有病，还让他知道佳琪的死讯，那不是火上加油吗？马德这次不死都难了。老婆，冷静点，继续祈祷哈。你叫我怎么冷静？我现在是全身冒火啊！我没有心情祈祷，你帮我祈吧。好，大哥大姐，这件事情不能这样就算了。当然不能这样就算。如果马德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，我第一个跟他们拼命啊！别急啊，嫂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我亲生母亲会是这样的人。这只是大哥的猜测，事情可能不是这样的。那会怎么样呢？大妈是不可能无缘无故倒下的。大妈养育了我20多年，虽然我不是她亲生的，可是大妈怎么对我，我自己心里面很清楚。她从来就没有把我当成是仇人生的小孩。我记得小时候，大妈每次出门就会带我跟老大，大妈都会买大包的给我吃，老大只有吃叉烧包的份。老大欺负我，大妈一定会把他打到跟我说对不起为止。相反的，我那亲生母亲对我做过一些什么？她现在还把大妈害成这个样子，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我打又不能，我骂又不能。我发誓啊，我一定会报仇的。谁害死马德豪，我就打到他半条命啊！哎，我看还是你先进去看看大嫂怎么样了，我在这里等你啦。一起过去了。哎呀，不用啦！你刚才没听到他说要杀人吗？万一大嫂真的有事，他们把气发在我身上，那我不是要被他们分尸吗？你现在才来怕，我不是警告过你吗？好啦，你不用现在才来马后炮啦。那进去，我记住啊，别告诉他们说我在这里呀！啊，去啦！大嫂怎么样了？心跳停了。啊！如果大嫂死了，那我不是成了罪人吗？哎呀，惨了，都是那死人头刘爱莲害的啦！姑丈，姑姑呢？她应该来跟我们讲清楚，为什么马德会倒在你们的店里面？还有那个女人和她的弟弟怎么会在场的？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和姑姑最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交代。这么，姑姑不敢来见我们呐？大家冷静一点，让姑丈说话。这件事哦，哎呀，开英也说，哎呀，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的啦。大嫂忽然间呢跑过来，那大嫂看到那个招牌之后就很激动。什么招牌？不要说啊！就是那个说了那个的正宗快乐鱼咯。气死了，笨死啦！什么正宗快乐鱼？哪里跑去个正宗快乐鱼啊？大姐，那还用问吗？姑姑最近不是忙着装修吗？哼！哦，原来你们不是卖楼梯，你们是卖炸鱼。不是我们的，是他们的，是他们硬要我们改成什么正宗快乐鱼的了。那我想反对也没有用嘛。那说来说去就是那个，刘海生跟他的姐姐他们在作怪，那开英也被他们迷惑了。
怪不得马德会气到心脏病发作。不是的，那大嫂呢是看到那个招牌之后还没有发作的，那最后呢是听到这个刘爱莲呢说佳琪死了，她才倒下去的。都说是那2个臭人哦，加上姑姑害死马德的了。我看还是先开刘保险一点啊。开姨，你怎么在这？怎么了，开姨？进去啊，开姨。姑姑，怎么进来啦？你害死马德，你不敢来见我们呐？不关我的事，不关我的事啊！姑姑，你真的不是人啊，做出这样的事情！是啊，你太过分了！姑姑，你忘记你姓罗的，怎么会咬自己人呢？不关我的事，真的不关我的事啊！真的不能够全怪她啦。对呀，你妈的倒下去的时候，还是我打电话叫救护车的。你不相信，你们问嘉龙了哦。叫救护车有个屁用啊！现在马德的心跳都已经停了。我也不想这样的嘛，大家是亲戚一场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亲戚又怎么样？亲戚我照打嘛！不管怎么样，他都是姑姑，我相信妈绝对不会让你这样对姑姑的。三哥，医生出来了。快点走啦！医生，病人怎么样啊？医生，病人怎么样啊？病人心跳已经恢复了。哇，谢天谢地嘞！哎，谢谢你医生哦。哎，改天我送个大花圈给你哦。哦 ，sorry， 是个大花篮，大花篮。不用客气，你们可以进去看他，不过要一个一个轮流进去看。谢谢医生，谢谢。你看，妈的在流眼泪。大姐啊，不如你先进去看爸爸。还是先让老爸进去吧。妈的，你可以进去看妈的了。可以进去了。小心啊！这个老爸怎么还像呆头鹅一样？老爸跟妈的说话。姐，阿娟，阿娟，阿娟。爸，你不要这样，你这样会打扰妈的。不如你先出去休息吧。40年夫妻，娟，40年夫妻，你不要就这样走啊！你不要就这样走啊！不能走，你不要就这样走啊！文杰，佳琪，你大妈就是死了。
你听谁说的啊？我听太医跟你舅舅说，他心跳已经停了。家福刚打电话回来说他已经被救活，现在没事了。骗人骗人！你在骗我！你大妈已经死了。真的，我没骗你，他真的被救活，没事了。我大妈她……你骗人！你骗人！我们都在骗人，大家都在骗人。文杰，文杰，我求求你，你冷静一点啊！你冷静一点啊！是我们骗了罗太，我们骗了他诈孕秘方，骗了他招牌。是我们逼死他，是我害死罗太的。文杰，你不要这个样子，你不要这个样子。来，你先坐下啊，你先坐下，你冷静一点，你冷静一点啊。这件事情呢，我们待会再慢慢谈哈。你冷静一点啊。我去打个电话啊。喂，阿娇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在殡仪馆处理二哥的丧事，他们都去医院了。什么事啊？你哥他，我怕他又要发作了。怎么会这样的？哎呀，现在没有时间说了。他刚真的是，我真的很怕。他刚才的眼神真的是吓了我一跳，该怎么办啊？夏倩姐，你先别急，你先叫我哥来听电话，然后你去准备一桶水。哦，好。文杰，你不要这个样子啦！一命偿一命，一命偿一命啊！文杰，你先把刀放下，你不要这个样子啊！哎，文杰，你做梦！大哥，他拿刀砍自己啊！哎呦，你发神经啊！哎，冷静一点，把刀放下。老爸，快去拿水啊！哎呀，你干什么你？发神经，你疯了你！那别激动啊，别激动。哎，水。要把水拿多一点，是要泼醒他的。哎呀，那一桶火哪里喷回来？你干什么？一命！哎呀，什么一命偿一命啊？一命偿一命啊！冷静点啊，冷静点啊！一命偿一命。是我害死罗太，是我害死罗太的。什么？妈的！原来你也有份！文杰，文杰不要啊！文杰！你早点睡吧，你不要再想那么多了。这件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。好，明天我们就一起去看大妈啊。拜拜。阿娇，夏倩姐，我打电话给你哥，他应该没事了。我刚才去看他了，他情况看起来还好，只是一直问我大妈是不是真的没有事情哦。没想到会发生这么多事情。夏倩姐，你还是去劝劝家福吧。他一回来就发很大的脾气，说什么要跟你母亲断绝母子关系耶。他在搞什么啊？我不认这样的母亲有错吗？她简直就是没有人性。大妈现在病倒在床，她还落井下石，把二哥的死讯告诉他。这件事情我问过舅舅了，舅舅说根本都不关他跟妈的事啊，是大妈忽然间跑去姑姑那边，他们都吓了一跳。妈根本就不知道，原来大妈还不知道二哥去世的事情，她好心去安慰他，谁知道大妈……这种鬼话你也信？你当我是白痴啊？你骗谁？你不要那么激动好不好啊？我不相信妈跟舅舅会那么无情啊！那是因为你幼稚。家福，那是你三姐啊！你自己问问她，大妈会搞成这样子，她有没有责任？她根本就是快乐鱼的内奸，吃里扒外，勾结外人就是她。家福，阿娇啊，算了，让她去说吧，反正我问心无愧就好了。问心无愧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？喂，
喂，家福，你刚从病院赶回来，你还要去哪里啊？我去医院，医生说大妈随时可能有变化。你等等，我也要去。我也去啊。嘉熙，嘉熙啊，你不如回去休息吧。这里要是有什么状况的话，我会打电话给你的。那我去买杯咖啡给你啊。嗯。嘉熙还在？对啊，他很累，明天要为了佳琪出殡的事而忙。我叫他回去休息，他又说不要。你去见他吧。好。嘉熙，哦，我买了人参鸡还有凉茶，你趁热吃吧。我不吃啊。你不吃，那就喝一点汤吧。人参补气，来。那，你慢慢喝，我进去看看妈。你很有眼光，你这个做老公的一定会有出息的。就是到了今天啊，我还是这样说，你是有出息的。要是再给你机会啊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妈，我很努力，我现在非常的努力的在工作。妈，你放心。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不过妈，你一定要赶快的好起来。我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个机会，好好的孝顺你，妈。你好了啦，一个大人哭成这个样子，他好看吗？我忍不住啊！妈对我很好，妈，你真的对我很好。可怜他苦了半辈子，为孩子操心，为快乐鱼操心，而自己却没有好好的休息过。妈，你要赶快好起来，到时候我就带你去旅行。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？你要回去你的出生地，去那边看一看。那等你好了之后，我们就一起去马来西亚的沙巴，好不好？妈，好了啦，不要哭了，你哭我也想哭了。我们到外面去坐啦。啊。佳琪啊，你不喝汤吗？真的吃不下。你刚从殡仪馆那边回来，佳琪那边怎么样了？他生前的一些好友都有来，还有一些病人曾经给佳琪帮助过的，他们也来了。每个人都觉得很心痛。那雅琪她怎么样了？雅琪她很坚强，不过我看她很累。你有没有劝她回去休息啊？有的，
本来他是要来这里的，不过后来佳玉莹莹叫他妈妈带他回去。明天佳琪她就要出殡了，雅琪她要忙上一天。佳琪真的很苦命，帮了那么多人，自己却走得那么惨。你看她的遗体都烂成那个样子，一把火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不过，来做法师的师父说过，身体只是臭皮囊。佳琪她做了那么多好事，现在她应该是在极乐世界跟佛祖在一起的。不过我有点担心的，就是妈妈会跟佳琪一起走。不要捂下嘴了！啊，我只是说，妈妈那么疼佳琪，她在外头的时候，都是佳琪陪着她的，他们真是母子连心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佳琪她是医生，她一定会回来保佑妈妈的，你说是不是啊？佳琪，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妈的，让她大步跨过。结果，台姐，爸妈怎么样了？还是一样啊！我进去看了她那么多次，每次都在耳边叫妈的妈的，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佳倩姐，我们进去看大妈吧。医生说，一个一个轮流进去，你先进去吧。那我先进去了。大妈，其实搞到快乐鱼关门的人是我。问心无愧，你真的问心无愧吗？佳倩姐，进去吧。我不进去了，我先走。佳倩呐，你很久没有休息了，看你哪一天想休息的话，让我知道。哎，你要不要出国走一走？现在的年轻人呐，都喜欢出国去玩。我找到二嫂了。还好我有心灵感应，突然想到你会在这里。二哥的火化仪式一完之后，你就不见了，大家都担心得要命。对不起。我真的想静一静。好，不
过，我想请你先听我多说几句。我记得我 O level 成绩放榜的那一天，我考得非常差。从学校拿了成绩单之后，都不敢回家，跑到这里来，从白天做到晚上，直到第二天一大早，二哥找到了我。当时他对我说的那一番话，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。罗家福，你听着，悲伤是弱者的表现，即使是你一败涂地，或者是失去一切，你也不应该悲伤，因为随之而来的就是逃避，然后你就会被彻彻底底的打垮，再也爬不起来。不，他在撒谎。你二哥就在撒谎了。他离开之前，他答应过我，不管遇到什么事，他都会回来。可是他没有。家福，我真的很后悔。后悔什么？我真的不应该让你二哥离开。大姐说的对，当初我应该阻止他去阿富汗。如果我坚持的话，他今天就不会走。只要有你二哥在，他一定不会让快乐园发生这么多事。妈现在也不会躺在医院。你不能这样想啊，二少。如果大家都要明哲保身的话，那谁去做这些义务的工作啊？谁又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呢？我不管，我现在什么都不管。我叫你二哥回来，我叫你二哥回来。佳琪，我要你回来，你听到没有？佳琪，我要你回来。佳琪，你听见没有？我要你回来。佳琪，我要你回来，我要你平安回来，你听到没有？佳琪，我要你回来。怎么样了？我们刚刚从火化场回来途中就接到威廉电话，说马德醒了。来，现在法德在里面看他。他还是说不出话来，不过看样子啊，像是认得我们大家。哎，醒来就好，醒来就好，其他的病以后才慢慢医。哎，我看马德会醒来，一定是佳琪伯比嘞，也可能是那师傅法力高深也说不定啊。丽丝拉，你们不要讲得那么玄，是医生厉害才对。哎呀，总之只要马德能够醒过来他们大家都厉害。对对。老婆。什么事啊？什么事就直说吗？是啊。那我觉得马德好像是回光返照。耀祖，你不要吓死人啦！我们的亲才定下来，现在给你吓得乒乓跳了。不是大姐，耀祖那么一说，倒是提醒了我。他法德临走之前，也突然间清醒过来，跟我们要了一杯果啤喝完就走了。希望不会啊。老板出来了，你们都进去吧，他好像在找你们哦。我们进去。马德，大妈，老板娘。喂，叫阿妈。阿妈，我是文文，你认得我吗？阿妈，阿妈，你快点好起来呀！跟我们一起回去。马德，你会好起来的，你没事的。
雅喜，马德好像在找你，你过来，你赶快过来，你赶快。妈，你是不是有话跟我说？雅喜，你再靠近一点。妈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大姐和我一定会把快乐鱼好好经营下去，不会让阿公和你失望的。罗太会不会再次获救？雅喜怀着佳琪的骨肉何去何从？佳喜和学志会不会复合？威廉会不会守得云开见月明？佳玉一家能不能咸鱼翻身？家福和阿娇的关系会有什么发展？佳龙会不会跟美丽在一起，从一只笨龙变成猛龙？还有，随着正中快乐鱼的出现，快乐鱼的命运又会怎么样？敬请大家留意收看第2阶段的《喜临门》。玩生活多忙，世界多大，要让你忘掉疲劳，再出发。